前几期的喵屋视频一直有提到的话题便是鲜味。人类的饮食历史一直离不开对鲜味的追求。其实鲜味的关键便是蛋白质分解后产生的氨基酸与核苷酸。这个道理不止我们人类懂得，连大自然界中的肉食动物也发现了这个饮食奥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自自然界的野外场景。当我们喵喵界的大王狮子在捕获了猎物之后，往往会先把内脏如胰腺、小肠和肝脏吃掉。原因是内脏对比起肌肉含有更丰富的氨基酸，作为生肉而言，味道是最鲜美的。狮子吃饱以后，猎物会被留在原地，等过些时间，猎狗和其他动物就会陆续来食用剩下的肌肉部分。为什么是过些时间呢？除了要等大王吃饱以外，等待的这段时间，动物肌肉里的酶会分解蛋白质，使氨基酸和核酸被分解出来，产生鲜味口感。另外，随着蛋白质的分解，肉质也会变得更松软，更易于食用和消化。所以，对于以鲜腐肉为食的动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美味的蛋白质大餐。其实我们人类也是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腐蚀时期，当然这也不让人意外。在远古时代，远在人类还不懂得生火，也不懂得食物储存的时候，吃不完的猎物难免会慢慢腐败。而且如果狩猎失败，那就只能寻找其他动物，例如狮子吃剩的猎物来食用。但是这样食用腐肉不是很容易生病吗？这个时候胃酸的角色就十分重要了。胃酸可以消化食物，一般草食性动物的胃酸 pH 值偏高，甚至呈弱碱性；肉食性动物的胃酸 pH 值则较低。另外，越有食腐习惯的动物，需要的胃酸 pH 值则越低，也就是酸性越强，以消灭腐肉中的病毒与细菌为生物。研究发现，肉食性动物的胃酸 pH 值平均为 3.6， 杂食性动物为 2.9， 半腐蚀性动物胃酸值在 1.8 到 2.2 之间，而一般专门食腐的动物胃酸值在 1.3 左右。秃鹫，食腐界公认的大哥，胃酸值甚至低至 0.7， 已经是强酸液体。至于人类的胃酸 pH 值则是在 0.9 到 3.5 之间。从数值上看，人类确实是存在食用腐肉的历史，以及具备消化腐肉的能力。说到这里，这种来自原始自然界的腐肉饮食文化，大约可以理解为现在高级餐厅里的熟成肉料理的始祖。这样听起来或许比较重口。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比较高级的日式料理店，店内匠人会推荐今天有熟成3天的鲷鱼哦，要不要试一试？这里的熟成指的是鱼被捕捞后经放血处理，去除内脏后，将表面水分吸干，再放入真空包装，或使用具有吸水性的纸巾包好，放入控温的冰箱中，等待鱼肉蛋白质分解的过程。熟成的过程中，匠人需要每日查看鱼肉的情况，食用时鱼肉表面的一层也会被切掉，剩余的部分可以制成刺身或寿司料理。至于为什么需要熟成，对于鱼肉而言，一些油脂丰富的鱼类在新鲜捕获的时候最能尝到鱼肉的鲜味，但对于一些味道更为清淡的品种，经过适当时间的熟成，鱼肉的蛋白质分解出氨基酸与肌苷酸，使味道变得更鲜甜，口感也更为柔和。熟成的时长根据鱼肉质地、鱼身大小以及想要得到的风味都会不一样，要根据匠人的经验来掌握。看到这里，可以明白熟成大约就是让肉类放置一段时间，等肉的味道、口感都变得更好以后再进行食用。虽然听起来有点幻想破灭，但熟成肉的本质其实是新鲜的腐肉。当然，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现代餐厅的熟成肉制作都需要有严格的温度、湿度和时间控制。出品时还需要把表面已经不新鲜、不适合食用的部分切除，只剩余符合安全美味的熟成肉标准的部分做成料理，可以说相当耗费肉材，并且一般用于制作熟成肉的大多是高级的食材，所以解释了熟成肉一般只会出现在相对高端的料理餐厅这件事情。湿式熟成牛肉和熟成鱼肉是同一个概念，一般也是将肉放置于真空包装中，低温储存1到2周进行熟成。另一种干式熟成则是把牛肉吊挂于控湿控温并有紫外线杀菌器的储存室里，进行大约2周到2个月的熟成制作。过程中，熟成师会把表面有霉菌的肉刮掉，所以干式熟成的产量较低，但风干的外壳令肉味更加集中。
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坚果、红酒、奶油等的香气，令牛肉变得更有风味，具有沉香。最后，熟成牛肉一般建议煮超过5成熟再吃。据说肉是在差不多变坏之前味道最好，所以熟成师傅的经验显得十分重要。因为熟成与腐败之间可以说距离并不十分遥远。熟成时间不够，肉的鲜味还没出来；熟成时间太长，那么食材就已经变质啦。